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广东正是雨季，下雨的季节，所以天气非常不稳定，基本上每天都会下雨。再加上前2天来了台风，台风的名字还挺好听的，叫蝴蝶。所以呢，这2天都在下暴雨，不太方便出去。今天就想给大家拍一个聊天的视频。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聊天。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住在中国的优点和缺点。优点就是好处、好的地方、好的方面；缺点就是坏处、坏的方面，也就是问题。住在中国有哪些缺点？有哪些问题？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呢？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住在中国的第一个优点，我觉得是安全。对我来说，安全非常重要。如果一个国家不安全，你生活在那里，每天都要担心安全的问题，你就不可能安心的生活。我觉得中国还算是一个安全的国家。我相信大部分来过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同意，中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国家。就算是晚上，女生一个人出去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当然了，虽然中国很安全，但是女生一个人出去的时候，还是要注意一下周围，提高一下安全意识。一来是周围有很多监控，在上面看着我们的机器，监控，不管是在商场还是在街道，都会有很多监控，这是我们安全的保证。二来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偷东西、抢东西、伤害别人的事情也减少了不少。但我记得中国在20多年前其实没有那么安全，在我身边就有发生过偷东西、抢东西、被陌生人伤害的事情。现在呢，就少了很多。中国变得更安全，人们的安全感、安全的感觉，人们的安全感也在提高，给了我们安心生活的条件。所以我觉得生活在中国第一个优点就是安全，第二个优点就是物价比较低。物价，东西的价格，东西比较便宜，也就是说生活成本比较低。生活成本包括哪些方面呢？主要是有4个方面：衣、食、住、行。衣就是穿的衣服，食就是食物，吃的东西，住，住的地方，住的房子，行就是交通。这就是衣食住行。比如说吃饭，在大部分的城市，只要不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，食物其实是很便宜的，10几块钱一碗面，20几块钱一个快餐就可以吃得很好。如果你愿意吃得更简单一点，甚至10块钱就可以解决一顿饭。交通方面，老百姓出行主要的交通方式有几种：坐公交、滴滴打车、地铁、火车、高铁等等，这个是日常交通。坐公交的话，在我的城市只需要1块钱。虽然我的城市没有地铁，现在在建地铁，但是呢，我去过别的城市，一般的情况来说，4、5块钱就能去到大部分你想去的地方。火车也是比较便宜的，高铁比火车要贵一点儿，但是比起发达国家的铁路，中国的高铁价格还算是比较亲民。
亲民就是老百姓可以负担得起的。滴滴打车，这个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。在我的城市，从我的家打车到市中心，大概25分钟的路程，不会超过30块钱，大概20到25这样，我觉得是比较便宜的了。但是我试过在上海打车，那个价格可能是我城市的1倍。那个时候我吓了一跳，哇，上海打车这么贵。还有一点就是住的房子。那我相信，其实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，他们现在都是租房子。租房方面呢，这个是要看城市的，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不用说了，租房肯定很贵，肯定比一般的城市贵得多。但是在二三线城市，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说，1500块钱就能租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子。前2年在我的城市，1700块钱就可以租到一个3室的房子。3室的房子就是有3个卧室的房子，大概90平方这个样子。在中国，我们谈论房子大小的时候，我们谈论房子面积的时候，一般会用到平方米这个单位。90平方米的房子，前2年在我的城市需要1700块钱，但是不知道这2年有没有涨价了，价格有没有提高，这个我不清楚。总体来说，租房这一块，大城市和小城市是有明显差别的。第3个优点就是生活很方便，所有的事情几乎都可以用你的手机完成。比方说点外卖、打车、交电费、水费、网购等等，这些都可以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。这些服务呢，也变成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如果你不想做饭，点个外卖，20块钱、30块钱，30分钟就能送到你的家。所以现在很多独居的年轻人，独居就是一个人住的意思。很多独居的年轻人，他们真的懒得做饭，他们就会去点外卖，因为外卖又便宜又好吃又方便，但是有一个缺点，可能不太健康。出门也不用担心，也很方便，因为滴滴打车已经发展得很成熟。在手机软件叫车以后，只需要等几分钟，就会有车来到你的地方接你。我的工作呢，是自由职业者，也就是说，我没有固定的上班下班时间，我也不用去办公室，所以我平时真的很少用到车。我平时不怎么需要车，所以我一直没有买车，因为车对我来说不是必需品。必需品呢，就是你一定需要的东西。如果你是上班族，你每天要去公司上班，或许车对你来说就是必需品。如果你生活在美国，美国叫车很贵，然后上班的地方又很远，那车对你来说也是必需品。但是对于像我这样自由职业者来说，车就不是必需品了，因为买车以后，你还需要养车，你需要养它，你需要多一笔费用去养车。比方说，停车是一笔费用，车的保险也是一笔费用，洗车、修车等等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买车的原因。还有一点就是网购，网购就是网上购物的意思，在网上买东西。有的时候太忙，没有时间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就会网购食材，在网上购买我想要的食材。一般来说，晚上11点之前下单，
购买，第二天早上就能送到你家门口。所以呢，这点也是我觉得住在中国很方便的原因之一。优点说完了，我们来说说缺点。缺点就是不好的方面，坏处，问题。第一个我想到的缺点就是人太多了。众所周知，大家都知道，中国真的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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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，对吧？人山人海，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词。平时的话也还好，但是一到节假日，我真的怕的不敢出门。一到节假日，出行的体验感就会差很多。不管你去哪里，你看到的都是无数个人头。高铁、景点、商场、公园，什么地方都挤满了人。所以你想我要玩得很舒服、很开心，比较难。有时候真的会有点崩溃，因为节假日放假的时候没有一种放松的感觉。但是呢，站在上班族的角度上看，他们也只有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去比较远的地方旅游。所以呢，我还是理解他们的。节假日那么多人出门，我也是理解的。所以呢，我节假日的时候，我会尽可能待在家里，尽可能不出门。第二个缺点，第二个问题就是抽烟、吐痰的人真的太多了。这个问题也挺严重的。虽然我觉得比以前是有改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因为抽烟吐痰是常见的问题，经常可以遇到的问题，在一些公共场所，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地方，比方说餐厅啊、车站啊、酒店大堂啊，甚至是在电梯里面，偶尔还会碰到有人在公共场所抽烟啊。这个问题也是让我挺困扰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对烟味儿很敏感的人，我真的不喜欢烟味儿，一闻到烟味儿，我就会有一种头晕的感觉，就会产生一种不太愉快的心情。但是真的没有办法，中国的烟民，抽烟的人，我们叫烟民，中国的烟民真的是太多了。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希望以后这个问题会有所改善。比方说，在公共场所可以设置一些抽烟区、吸烟区，想要吸烟的人就到里面去吸，就不要影响到别人。或者在公共场所加强管理，这样。前一段时间，在我们的小区，因为烟头引发了一场小火灾。就是幸好有人及时发现了，不然后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。有人及时发现了，然后及时灭火了，就是因为烟头引起的。所以我也希望以后在中国，大家可以更重视这个问题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他们会随地吐痰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他们都可以吐痰啊，这个也是让我有点不舒服的地方。有时候走在路上，本来心情挺好的，但突然听到别人吐痰的声音，就会很影响心情。所以我希望中国以后在这个方面有所改进、有所改善的话，就更好了。那么对我来说，住在中国的第三个缺点就是用不了外国的社交媒体。外国的社交媒体，比方说 YouTube、Instagram、Facebook，在中国是用不了的。如果我们想要用，我们需要购买 VPN 服务，那这个就是一笔支出，每个月要花这笔钱。但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特殊，我是教汉语的老师，我的工作是教外国人汉语，所以我必须要用到这些外国的社交媒体。
但对于其他人来说，这点就不算是缺点，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影响，他们不需要用到外国的社交媒体。我之前有看过一条消息，好像说外国人到中国旅游，在机场就可以申请 VPN 的服务了，好像是在上海机场，应该不是每个机场都能申请。对你们来说，应该算方便了不少。因为我觉得外国人到中国旅游，一个非常不习惯的地方就是用不到他们原本在用的社交媒体。但其实禁止外国社交媒体，对我们自己国家来说是有好的方面的。有什么好的方面呢？就是因为禁止了外国社交媒体，国内的社交媒体才能发展起来。比方说微信、哔哩哔哩、淘宝、小红书这样的一些社交媒体，你们试想一下，如果中国开放使用外国的社交媒体，那因为外国的社交媒体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，大家都去用它的话，就没有人用我们自己国家的社交媒体了。那这些社交媒体就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好。所以呢，禁止外国社交媒体是有它好的方面的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内容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，无论你住在哪个国家，都肯定会有它的优点和缺点。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现在居住的国家有哪些优点和缺点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